有一种人失去了以后不哭，不是不痛，是太痛了，痛到某个地方麻掉了。麻掉的那个地方最危险，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开始装了什么。我是小明，欢迎回到艺海路。今天的故事关于一个人和他亲手打开的那扇门。台湾民间信仰里，阴阳之间有一道门这件事，从来不是比喻。七爷谢必安，白脸高挑，舌长捶胸，手拿令旗；八爷范无咎，黑脸矮壮，面色阴沉，手持铁链枷锁。他们是城隍爷座下的勾魂使者，专门负责押送亡魂到地府报到。根据台南府城隍庙庙志以及吴银涛台湾民俗的记载，七爷八爷的职责不只是抓鬼，他们更像是秩序的维持者，阴阳两界之间的平衡由他们来守。那如果有人强行打破这个平衡呢？道教典籍中有一类禁术，不是驱鬼，不是超度，而是强行开启阴阳之间的那道门，让不该回来的灵魂回来。事法越大，代价越重。最轻恕者自损阳寿，最重是连你救不回的那个人也一起毁了。民间流传一个说法：鬼门可开，但不可破。开是中原普渡的节气之门，循自然节律；破是人为强喘，强多明判。一个是规矩，一个是罪。还有一件事，民间很少人知道：门一旦强行破开，不是只有你想召唤的灵会进来，缝开了就是开了。那些在阴阳边界徘徊的杂灵，没有归处的，执念未了的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的，都会跟着钻进来。他们不是恶意的，但他们的情绪、记忆、执念会渗进距离最近的那个活人身上，那个活人就是打开门的人。从术法的角度来说，这叫做染体。染了体的人带着那些灵走到哪，那些灵的阴气就散到哪。接触过他的人开始做噩梦，开始在家里闻到说不清楚的味道，开始觉得某个角落有什么东西在看着自己。不是诅咒，是过载，是一个本来装不下这么多重量的身体，硬是被塞进了不属于他的东西。林浩然不知道这个说法，或者说他知道，只是不在乎。林浩然35岁，台北信义区顶尖房仲。3年前，一个普通的周六下午，他送妻子小林和5岁的女儿小薇去超市，自己去停车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小薇走前回头对他说：“爸爸，快一点！”停车场的广播传来事故通报时，他的第一个念头是：不会是他们，但他的脚已经开始跑了。从那天起，他每天卖房子，卖得越来越快，越来越拼，因为只要停下来，他就会听见那个声音：“爸爸，快一点！”然后他开始找方法，找过法师，找过宫庙，找过很多他原本绝对不会相信的东西。最后，透过几手辗转的关系，他找到了一个隐居在九份山上的老道士。道士只见了他一面，把一本破旧的册子推到他面前，说：“你想要的，这里面有，但你先听我说完。”册子里记载的是一套叫做“鬼门可开，心不可破”的禁术，以一根钢钉放置于极阴之地，吸纳7749天的至阴之气，再以术者之血为引，打开阴阳之门。道士还交代了一件事：你需要一个封过邪物的旧坛，找到它，砸开它，借它积累的至阴之气引入。没有这个，钢钉的力量到不了那道门。道士说：“不是没有人试过，试过的没有一个好下场。逆天改命者，必遭判官索命。你听清楚了吗？”浩然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已经没有命了。”但浩然没有告诉道士一件事：在找到这本硕子之前，他已经做了另一件事。事故发生后1个月，他找到一个小术士，不是什么有名的人，在万华巷子里摆摊，收的钱也不多。那个人给了他2个陶罐，一大一小，说烧一件他们穿过的衣服，把灰放进去，封口，放在他们生前睡过的地方。他们还没走远，这样可以留住一段时间。浩然照做了，小林的陶罐放在床头柜上，
小薇的陶罐放在他的枕头旁边，他每天晚上跟他们说话，说今天卖了哪间房子，说小薇喜欢的那家蛋饼涨价了，说他还好，说他们不用担心。他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见，但术士说只要陶罐还在，他们就还在附近。这件事他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就这样过了将近2年，他找到了道士，找到了那本册子，又花了几个月，他锁定了一间公司挂牌最久的凶宅。松山区一栋4层的老公寓，10年前一家4口在客厅集体上吊，后来的每一任住客都没能撑过半年。那个晚上，趁着新租客还没入住的空档，他拿着备用钥匙，一个人进去了。他把2个陶罐带来了，放在地下室的中央。他告诉自己，只要门开了，他们就能回来，真正的回来。地下室的角落有一个贴满黄符的旧陶坛，正是道士说的那种封过邪物的、积了至阴之气的。符纸已经焦黄，坛身有细细的裂缝，像某种东西很久以前就想出来了。他举起铁锤，砸了下去。弹碎的声音比他想象的沉，黑雾不是喷出来的，是漫出来的，像水，从地板的缝隙往上涨。电灯全灭了，墙上的黄符开始自己发出暗红的光。他取出那根钢钉，刺破掌心，让血沿着钢钉滴落在地板上，念咒。鬼门开了，地板裂开一道缝，缝的深处是一种说不清楚的颜色，不是红，不是黑，介于2者之间。鬼门的至阴之气从细缝涌出，让那些被困住的魂有了短暂现形的力量。浩然看见了2个身影，小林还有小薇。他们伸出手，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：“大爸，我们好冷。”他大哭，他说：“我来了，我来接你们了。”他伸出手，然后他注意到一件事，他们的眼睛没有看他，他们在看那2个罐。小薇的声音比刚才更远的：“爸爸，我们走不掉了。”浩然的手停在半空中，那一刻他才明白，他以为自己是在留住他们，但他们一直被困在那2个陶罐里，走不了，投不了胎。他想打破那2个陶罐，他扑过去，举起手，但他的手穿过去了，陶罐还在那里，完好无损。那一刻灯重新亮了，不是电灯，是2盏灯笼。白脸的那个高，面色苍白，舌头垂在嘴外，长得不像活人的尺度。黑脸的那个矮，铁链垂在手边，脸上没有表情，比愤怒更难读，比冷漠更让人发毛。浩然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，他们不是被门招来的，他们早就在等了。白脸的说，声音不像从嘴里出来的，像是从墙壁后面传过来的。我们找他们找了3年了，你把他们藏得很好，但藏得住一时，藏不住一世。黑脸的走向那2个陶罐，铁链轻轻一绕，陶罐碎了，不是打碎的那种碎，是化的，像蜡烛烧到最后，安静的它下去。小林和小薇的身影清晰了1秒，就1秒。小薇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，然后消失了。白脸的转向浩然，门是你开的，进来的东西你来背，附在你身上的不是1个，不是2个，是所有跟着门缝穿进来的。你的身体从今天开始是他们的临时住所，住到阴阳的缺口慢慢补回来为止。什么时候补回来？不知道，也许3年，也许30年，看缺口有多深。他们呢？浩然的声音已经哑了，白脸的停顿了一下。他们被你4场3年，错过了该走的时辰，积压的业要还。走之前得先受刑，受多久？看你。你行1善，他们减1分，不是因为规矩这样写，是因为你欠他们的，只有你还得了。黑脸的补了一句，声音比白脸的更低，像从地底下压上来的。初一15，你去城隍庙，用你的阳气压那道缝，不去，缝就继续开，开着的缝，你身上的东西就不会走。记清楚了。
灯笼灭了，地下室只剩浩然一个人和地板上那2堆细碎的陶片。浩然跪下去了，不是因为腿软，是因为他忽然想起那3年他每天晚上跟那2个陶罐说话，说他还好，说他们不用担心，而他们在里面一直想走，走不掉。浩然走出那栋老公寓，走到路边，在骑楼的石椅上坐了很久。天亮了，计程车开过去，早餐店开始飘出蛋饼的味道，他的手掌还渗着血。从那天起，他开始每个月初1、15去城隍庙报到，不烧香，不求签，只是坐在庙城的角落，闭眼静着。他说他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，但只要坐着，他就感觉到身体里那些东西安静一点点。他的身体从那年起开始坏，不是大病，是那种慢慢耗的，睡不好，吃不下，抽血报告一次比一次难看。医生说找不到原因，他没有解释。他的生意也开始走下坡，客户一个一个流失。有人说他办公室气氛不对，有人说跟他谈完之后回家睡不着。他知道是为什么。他换了一份工作，去做社区的志工，帮独居老人送便当，帮庙里的普渡打杂。不是因为突然变成好人，是因为七爷说过，你行一善，他们减1分。他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，他不知道他们还要受多久。他唯一知道的是，他每多做一件事，就少欠他们一点。有时候他会想，如果当初他没有找那个术士，如果他让他们走，他们现在会在哪里？也许已经投胎了，也许正在某个地方重新开始，也许小维现在已经是另一个孩子了，正在对某个爸爸说，爸爸快一点。他不敢把这个念头想完。你通常以为爱一个人就是不让他们走，但有时候爱一个人是让他们去他们该去的地方，就算那个地方你不知道在哪里，就算去了之后他们可能再也回不来。浩然花了3年才明白这件事，代价是他们又多受了3年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人，一个你舍不得放手的人？你以为留住他们是因为爱，但有没有可能只是因为你还没准备好一个人走下去？鬼门可开不可破。我是小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记得订阅艺海路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